Hello， 大家好，我是庄野，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更正一下上期视频中一些错误。上集我不是讲龙虾吗？有两个地方闹笑话了。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当时在视频中多次提到了多伦多的龙虾这个概念。其实呢，我的本意是说呀，在多伦多卖的龙虾，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多伦多本地产龙虾似的。其实啊，这个多伦多是安大略湖边的城市，城市边上是淡水，那不可能产龙虾。有人说，那有可能啊，这个万一这个龙虾是从大西洋啊，沿着这个圣劳伦斯河，自己溜达溜达就到这个安大略湖来了呢？这可不可能呢？那也不可能，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淡水，绝对做不到的啊。其实啊，这个多伦多本地卖的龙虾，大部分都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偶尔呢也有从海洋省来的，但是海洋省来的呢会比美国来的贵一些，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运输成本会高。这其实也很好解释了为啥多伦多的龙虾吃起来就不如这海洋省的新鲜。你想啊，长途跋涉了几百公里，还靠着冷链车运过来的，那肯定比不上刚捞上来的呀。有人说不对呀，我见过多伦多也有卖活龙虾的呀，你看那个超市的海鲜档，还有饭店门口大池子里不也有养的那个活龙虾吗？有活龙虾吃，那咋还不新鲜呢？那不一样，在池子里养的那些龙虾呀，那都是用淡水泡着的苦命龙虾，那生活环境都彻底变了，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对。有人说你太挑了，还口感，有活龙虾吃就不错了。去了趟海洋省，看你牛的，回来嘴就刁了，谁说不是呢？是吧？所以下次您要去海洋省旅游吃龙虾，千万要三思。第二个有歧义的地方呢，就是龙虾加 VC 片剂等于砒霜那段，有人就留言批评我，说你传谣啊。没错，这个我也要自我批评一下，我也当时搜到了就说出来了，后来想想啊，确实有点危言耸听。不过呢，反正这种事儿吧，您就算是谣言，听了也没啥坏处，宁可信其有嘛，安全第一。不过呢，为了避免您心里有疙瘩，咱们较个真儿，咱们一起去这个官网上查查。新华社是这么说的啊，在实验室里，维生素 C 是有可能使5价砷转变为毒性很强的3价砷的，但在饮食上不容易。如果一定要说会中毒，那么首先你要吃几公斤被严重砷污染的螃蟹或者虾，之后呢，这个维生素 C 要一次性的服用500毫克以上。你像一般人能吃这么多吗？是吧？看到新华社这段您就清楚了。一般的这个野生龙虾呀、海虾类这种动物体内呀，它没那么多砷，除非是人工养殖的，又被这个工业用水污染过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真被污染了，那也需要吃好几公斤，你才能获得足够高的砷。你按现在这个龙虾的市场价格，你想吃几公斤你也吃不起，不是？而且啊，吃后还要立刻服用这个500毫克以上的 VC。以上你要是都能做到，请你给我留言，我替您申请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你说什么记录啊？世界上最肯花大钱作死的人。所以说嘛，抛开剂量谈毒性，那都是耍流氓。你看我这句话没说错啊。OK， 自我修正结束。在此感谢所有留言指出我这错误的朋友们啊，谢谢您的这个指教，您看得非常认真。OK， 咱们开始今天的正文。爱德华王子岛。费尽了9牛2虎之力呢，我们终于把这个 New Brunswick 甩在了身后，转身向东看，我们把视野望向海洋3省中最有历史存在感的小岛，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小岛，名字就叫做爱德华王子岛。它的位置在这儿，你看多么小的一个小岛。爱德华王子岛的英语叫做 Prince Edward Island， 简称 PEI， 是加拿大的海洋3省之一。
后面我要说 PEI， 您就知道就是这个爱德华王子岛啊。在加拿大呢，有一则美丽的传说，说上帝啊把他创造大地的一部分放在了这个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于是就诞生了一个美丽的小岛。当地原住民印第安人呢，把它叫做 Epiquet， 意思是什么呢？叫波浪上的摇篮。这个美丽的小岛就是现在的这个爱德华王子岛。但是呢，您知道，传说毕竟就是传说。其实这个爱德华王子岛啊，10000年前就开始有人住了，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是一个岛，当时水位比较低嘛。本岛是与北美大陆相连的，水呢是在5000年前开始上升的，于是这个土地呢就变成了一个岛了，跟上帝其实没啥关系。爱德华王子岛，有叫 PEI 的，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叫它爱岛，或者直接叫王子岛，甭管您怎么叫，都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您一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手拿长剑，马上也许还坐着一个美丽的公主，这样式儿的，或这样子的，或这样的，或这样的。三胖怎么出来了？这个不算啊。其实吧，这个爱德华王子呢是长这个样子的，脑袋有点像我。所以说童话故事看多了，容易产生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这个爱德华王子是谁呢？他呀，就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乔治3世的第4个儿子，英国的爱德华·奥古斯都王子。他被册封为肯特公爵。你说肯特公爵可能没人知道啊，但你要说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大概你就有感觉了。有人说：“哎呦，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就长这样啊，有点丑啊。”您别较真儿，这是1818年画的像，那时候啊他都51岁了，长成这样也就算对得起观众了。而且人家年轻时候也曾经是小鲜肉一枚呢。您再看这张照片，这是1782年画的，那个时候他刚刚15岁。不过呀，这个英国王室的男人们呢，长得好看的真的不多。这个男士啊，秃顶问题普遍严重。您看这个戴安娜俩儿子，所以说这个基因真挺可怕的。有些中文媒体呢，一听到这个爱德华王子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说：“这个名字呢，是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为了纪念父亲，才把这个岛命名为爱德华王子岛的。”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那是不可能的。爱德华王子岛的命名呢，是发生在1798年底，那个时候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还没生下来呢。这维多利亚女王是哪年生的呀？她是1819年生的。有人可能会好奇了啊，1798年才改成爱德华王子岛，那么之前叫啥呀？以前叫做圣约翰岛，是法国人殖民的时候给起的名字，因此呢，也有资料叫它圣让岛的，因为这个圣约翰的法语单词和发音不就是圣让吗？咱们就按英语发音吧。您知道圣让和圣约翰都是一回事儿就行了。有人说圣约翰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改名干啥呀？主要是太多了。英国政府啊，为了区别这个加拿大境内的一大堆这个圣约翰地名，这才改名的。你比如咱们前几集讲到过这个 New Brunswick， 不是有一个最大城市吗？就叫做圣约翰嘛 ，Saint John。还有前面我说的这个海洋4省，我说冬天雪多风大，纽芬兰的省府不就是被大雪埋成了吗？纽芬兰的省府名字叫做 Saint John's， 圣约翰斯。所以您看呢，这名字到处都是，泛滥成灾。在加拿大比较著名的城市中就有2个，还没说那些没名的，对吧？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圣约翰吧。这个 Saint 我们翻译叫圣，一般来说呢，就是基督教里面的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死后都会被封圣。你像什么经常见什么圣约瑟夫、圣彼得、圣乔治，
多伦多不就有一个地铁站叫做 Saint George 站吗？圣乔治。这个圣约翰呢，他也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圣人，他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一般传统上认为呢，约翰是圣经新约中的约翰福音、3封书信和启示录的执笔者，被认为是耶稣所钟爱的门徒之一了。在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公认他为圣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和机构啊，那真是遍布世界。除了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加拿大的 Saint John 和这个 Saint John's，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中美洲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首都就叫做 Saint John's 圣约翰。还有这个新加坡东南部外海不有一个小岛吗？名字也叫圣约翰岛。还有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所国立高中叫圣约翰国中。还有这个圣约翰科技大学，就是位于台北市的一个私立科技大学。还有什么 SJA， 就是这个圣约翰的救护机构，一个起源于英国的国际性慈善组织，等等等等啊，非常多了，我就不举别的例子了。不过咱们今天也不准备讲太多这个圣约翰的典故啊，因为用圣约翰来命名这个小岛其实也没多长时间。这个岛呢其实是法国人发现的，那是在1534年，法国的航海家雅克·卡迪埃，他在这个沿大西洋海岸航行时候发现这个岛的。他也是成为发现这个岛的第一个欧洲人。这个卡迪埃又是那个耳音不怎么好，把这个 Canada 听成 Canada 的那个法国航海家。在我的这个庄野杂谈加拿大第2集不是讲关于加拿大这个名字的来历的时候吗？我说过这个人。这个卡迪埃呢，当时经过3个月的大西洋航行，第一次见到这个大岛的时候呢，被眼前强烈的颜色反差所震撼。他在他的航海日志中这么写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土地。为什么这个王子岛上的土地啊都是红色土地？后面我会说到。1604年，法国人把这个小岛呢归入法国的北美殖民地阿卡迪亚。后来在7年战争中，英国人赶跑了法国人。1758年，这个小岛呢落到英国人手里了，当时划归 Nova Scotia 殖民省管辖。虽然当时英国人沿袭了法国人的叫法，还叫它圣约翰岛。到1769年呢，这个岛脱离 Nova Scotia 殖民政府，另外组建殖民政府，但英国政府一开始没有批，直到1798年才批准了。批准的同时呢，就改名了，把这个殖民地名称改为爱德华王子岛。所以说呀，这个圣约翰岛这个名字只用了40年。那有人问了，改名就改名呗，你前面说了圣约翰这个名字泛滥成灾了改名可以理解，但为啥要改成爱德华王子岛呢？咋不叫这个路易斯岛呢？你还记得吗？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个4公主路易斯。这是因为1798年改名的时候呢，连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没生出来呢，还更别说路易斯公主了。虽说没有这个4公主，但是有个4儿子。哪个4儿子啊？就是当时这个英王乔治3世的4儿子，爱德华王子殿下、肯特公爵。他呢非常热爱军事，18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了。他爸爸呢也刻意培养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特意送他去普鲁士的军校学习。1798年的时候呢，他刚刚31岁，就已经成为英国驻北美殖民地驻军的总司令，司令部就在 Halifax。 所以说呀，这个小岛于是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来纪念他的卓越战功。对了，1798年改名的时候呢，这个爱德华王子还在世，所以用纪念这个词呢不合适，说成表彰更贴切一些。这里多说一嘴啊，这个爱德华王子呢是1820年去世的，据说是在一次打猎后受了风寒，染上了肺炎，不久之后就死了。那个时候肺炎就是绝症
跟他爸爸乔治三世是前后脚走的。死的时候呢，年仅53岁。那个时候，他的独生女儿，就是后来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啊，那个时候刚刚8个月大。所以说，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这一生呢，是在一个没有父爱的环境下长大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啊，童年呢是相当的抑郁，或者相当忧郁。维多利亚的母亲呢，对她是非常严格的。基本上，这个少年时代，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就是在跟其他的儿童隔绝的环境下长大的。到了1830年啊，当他成为这个王位第1顺位继承人的时候呢，他才11岁。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那些冗长繁琐的宫廷礼仪，还有许许多多的行为禁忌，像什么不许和陌生人说话啦，不能在外人面前这个流露出情感啦。这么说吧，基本上完全失去了自我，这对他日后的这个性格影响很大的。所以说，女王的不幸童年呢，也跟他父亲爱德华王子的早逝息息相关。有人说他非常怀念他的父亲爱德华王子嘛，这我相信是真的。有点扯远了啊，咱们先把沉重的话题放一放，我们先说说轻松的话题吧。说什么呢？就说说这个岛的自然环境吧。爱德华王子岛这个岛啊，您别看小，它有很多加拿大之最。根据2019年的人口统计数字，爱德华王子岛的全境人口大概是15万左右，也是全国人口最少的省份。这是第一个加拿大之最了啊，您帮我查着点。另外呢，爱德华王子岛占地面积仅仅5660平方公里，是加拿大占地面积最小的省份。这是第2个加拿大之最。这个岛有多小呢？全岛的长度大约是220公里左右，最宽处呢约50公里，从最东端开到最西端也就3个小时。可是啊，您别看这个爱德华王子岛的占地面积小，人口也不多，但是人家的人口密度却达到了每平方公里约25人。这个人口密度啊，又是全国最高。您看第3个加拿大之最了。爱德华王子岛内呢，只有2个城市，都很美。一个是省府 Charlottetown， 这个城市很有名了，我们后面讲到 PEI 的历史的时候呢，会讲到。这个城市呢，中文咱们有翻译成夏洛特顿的，也有叫夏洛特敦的，还有叫这个夏洛特城的。我就不喜欢夏洛特敦这个名字，哪儿蹲去了？跟伦敦似的，轮着蹲呢，就叫 Charlottetown 啊。另外还有一个城市，爱岛明珠渔港小城叫 Summerside。尽管它是1995年改建制为市，但是这个 Summerside 呀，其实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小，但是一个风景非常秀丽的小镇。您来 PEI 的时候一定要来看看。爱德华王子岛呢，没有什么石化产业，没有什么工业污染，经济呢以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为主。大概是因为长期和外界隔绝的原因吧，爱德华王子岛至今还保持着农耕社会的特点。农业人口呢，占全省总人口的60%以上，农民的比例是全国最高。你看，这第4个加拿大之最了啊。还有啊，全省是90%的面积都是可耕地。这么一说，它的可耕地占比也是全国最高的。第几个了？这是第5个了。有人好奇了，PEI 这么多农民啊，他们种啥呀？说出来您别笑啊，土豆，真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土豆。更有人戏称它为土豆岛嘛。叫这个名字的原因呢，一方面是跟加拿大的其他这个大陆上的省份呢，一个比一个辽阔的这个版图相比呢，这爱德华王子岛呢，真是小的像一个土豆。另一方面呢，这个土豆呢，正是爱德华王子岛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它占全省农作物的1/3。你像这个岛上是弱酸性的沙质土壤，土质疏松，还有非常丰富的有机物，这个正是土豆生长的沃土啊。这就引出了第6个加拿大之最了。PEI 的土豆种植面积占总耕地的比例也是全国第1。像前面一共6个加拿大之最了。你说这个 PEI 是不是有点特色？你在这个北美大陆的麦当劳餐厅吃的薯条啊，
估计都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 PEI 的。当然了，除了土豆啊，还有别的谷物，您比如说什么玉米啦、燕麦啦、大麦呀、油菜籽啊，但是这些呢，主要都是用来和土豆用来交替种植用的。因此说 PEI 呢，到处都是农田和农庄，一点都不为过。记得2017年我们去这个海洋3省自驾游啊，我们从这个联邦大桥进入过。对了，联邦大桥也是一个加拿大之最，第7个了啊！它是加拿大全国最长的大桥，以及加拿大全国最长的跨海大桥。把话题扯回来，继续说自己啊。2017年自驾游，我们从联邦大桥进入王子岛，当时下着大雨，我们就直奔我们在这个省府 Charlottetown 订的宾馆。当时我们就记得这个 GPS 啊，带着我们净抄小路了，有不少地方都没有个例行公路的，一水全是红色的乡村土路，开一会儿我们的车就挂彩了，糊满了红泥呀，那土红红的真漂亮。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啊，这路的两旁啊，也全是大片的农田，随着丘陵是微微起伏，星星点点的农舍呀点缀在其中，在雨雾中是若隐若现，非常的美。这个爱德华王子岛的美啊，它不是那种高山大河的壮美，像这个纽芬兰和 Nova Scotia， 它不是那种，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世外桃源的秀美。每一处景色都像是一幅这个优美恬静的油画，能够净化您的心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爱德华王子岛呢也是加拿大人最爱的度假胜地之一。如果您要是让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个小岛，首先一定是红色土地。您这辈子啊，估计很少见过有这么一个小岛全是如此橘红的颜色，甚至沙滩都是红色的。你想这个红色沙滩和蓝色大海的冲撞，连靠近海岸的海水也都呈现出深深的红色，那真是非常少见的景色，在加拿大其他地方您都见不到这种景色。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只有在这个湖南和江西啊，有这种大片大片的红土地。其实啊，土地是红色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土壤的含铁量高。其实这种土地的肥力呢，并不像内陆的黑土地那么肥沃，也就是说中等程度吧。但比起这个黄土地的肥力还是要好一些了。你看咱们中国，您知道啊，东北就是黑土地，像中部地区，像湖南、江西啊这种地方，都是红土地。到了西部，那就是黄土地了。这个肥力呢，逐次下降。又扯远了，继续说这个爱德华王子岛的关键词啊。爱德华王子岛的第一个关键词说过了，就是红土地。那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灯塔。有人说了，这个灯塔谁没见过呀？对了，这个世界呀，灯塔很多，没什么稀罕的。但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灯塔呢，是又多又漂亮。因为这个岛上的渔民特别多，为了方便进出嘛，那不少人在自己家里就立这个灯塔。而且为了容易辨识啊，这个岛上的灯塔呢都是白色底色，装饰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纹路，在这个灿烂阳光与海水的映射下，真是白得耀眼，白得明艳。可以这么说吧，有了灯塔的点缀，这个岛上是一步一景，看哪儿都是明信片。爱德华王子岛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风车。这个岛上风是很大的，因此呢，自然是少不了风车的。同样了，这风车基本上都是白色。于是在这个岛上呢，你可以看见大片的风车，给这个世外桃源呢凭空增加了一份科幻色彩。您闭眼想想，红色的土地，绿色的农田，白色的灯塔和风车，蓝色的大海，哇，是不是太美了？是不是动心了？所以说呀，来王子岛玩一定要自驾游、深度游。你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个蓝天碧海、灯塔农庄、红土地、大风车。前面说了，这个爱德华王子岛非常小，从最东端开车到最西端也就3个小时，花1天时间到处走走停停、吃吃喝喝，你能玩得很好很舒服。有人说了，没车没司机，那我就没办法了。我说最好是自驾游，但是呢，您要实在没条件，当然你也可以跟旅行团来，但可玩的就有限了。一般的旅行团呢都是带你去这个安妮小屋、卡文迪许红沙滩，
然后再去这个塞罗烫去听听历史课，也就这些。回头这个安妮小屋和卡文迪许红沙滩，我后面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今天就先略过去了。所以说呀，您要想感受这个美丽的小岛的真正的美，您最好啊还是自驾游。来，我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岛的美丽照片吧，以及我们当时在这个岛上自驾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Losing time, I'm fading fast. I just wanna make it last. Try to let go of the past. I close my eyes, embrace the blast. Sleepless nights and headaches stack. Restlessness to hell and back. What's my purpose? What do I grab? A slippery surface, a heart attack. And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that'll give you relief. There's something that'll ha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We're broken, it's tragic. We're not all elastic, but maybe there's magic. Believe you could have it, and I know a sad. OK， 讲完了美丽的风景，下面呢，我们即将要说到的就是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网红景点。这也是即将掀起爱德华王子岛传奇故事的第一个小高潮，那就是雄伟的联邦大桥。位置在这儿。我再给你们放几张大桥的照片。有人会奇怪了啊，这联邦大桥明明建在这个 PEI 和 New Brunswick 之间，但庄爷你为啥把它说成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网红景点呢？你这么说，大桥这边的这个 New Brunswick 的群众就不会有意见吗？您放心，New Brunswick 的群众呢肯定没意见，因为这桥呢确实没有给 New Brunswick 带来什么好处，所有的好处啊都让这个 PEI 拿走了啊！我问什么意思？您听我给您细细道来。不过呢，今天的时间到了，对不起，只能下次了。先别走啊，后面还有拍摄花絮。另外呢，您要是喜欢我的节目，麻烦您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后面最新的节目了。好嘞，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哦，对了，1798年改名的时候呢，这个1798年改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岛的风很大，因此呢，自然少不了风车。同样了，基本上也是刷成这个白色底色，上面或者画一点红色，或者画一些其他的这个颜色的点缀。等等等等啊，就不举例子了，太多了。所以说，等等等等，非常多啊，我也就不举别的例子了。等等等等啊，非常多啊。
等等等等，非常多啊，我就不举别的例子了。那么这个爱德华王子是谁呢？他呀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英国国王，但你要说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大概你就有感觉了。有人说哎呦有人说哎呦维多利亚女王的父亲，有人说哎呦